跟他在一起这么些年了，我为了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操持，他不但不理解我，还对我百般的挑剔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。对，有请马先生，41岁，来自黑龙江，理发店老板。有请马先生，有请。李女士，4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理发店老板娘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读这个身份介绍的时候就知道哈。开的是夫妻老婆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结婚多少年？结婚19年了。娃有没有？有，18岁了。今天来这儿想干啥呀？我就感觉我们婚姻之间问题太多了。哦，把婚姻的问题说一说，对对，是吧？谁不信任谁呀？他不信任我，为啥呀？因为他事事都管，啥事都问。你就是亲戚朋友事儿，我去参加也不行，你啥事儿啥的都得他去做主，就连我同学群里边也得他。家里啥事儿他都不管，都是我一个人管。啊，是啊，就是啥事儿都不闻不问的。啊，咱慢慢说啊。他说您什么事儿都管，是不是？您给他回答是他什么都啊？为啥呀？就在头几年给别人打工，1个月的工资。拿回半个月，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很不好，日子很苦，有1个月1整月的工资都没拿家来。问他干啥了也不说，就因为那事儿也非常大吵了一架，还在那期间他还要买房子。我不也说了吗？这事儿我以后给你一个答复，肯定得是正事儿，不是说我拿这钱买房子可以，我们俩没有钱，那你自己出去借钱呢？我不是说不同意你买，可以买。你是男人，那你为家你就自己去张罗，自己去办呗。这一口气说了好几件事儿，咱一件一件事儿说好不好？工资没拿回家。对，我问他哪儿去了，他也不说，他就说借给一个姐姐了。那这姐干啥呀？你借给她钱呢？因为你自己没有钱，怎么能去老借给别人钱呢？是，不着急啊。钱我去借给我大姐了，做的公益。主要是咱条件不允许啊。这个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要跟你说了，这事情也做不成，我也不想惹你生气。到以后我告诉你了，不也是我跟你也是这么说的吗？这做完公益之后，这月家里的这支出还有吗？支出还是有的啊。你了解了，1个月一冬天我吃2袋土豆子，什么都不能吃了。这个事儿，你下爱心可以在你的条件允许下呀。啊，听明白了，这是把钱拿去做好事儿了。按您的话说，是吧？这买房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最可气的是买房子了，他让我出去借钱去，那你有能力你自己借呗，我又没拦着你，非得不让你买。这个买房这事儿不是我家没有那条件吗？我爸我妈也拿不出来，哥兄弟也拿不出这钱，你家条件好。是我有娘家，那你是不能去借呀？非得我自己去借吗？我上你娘家去，当时结婚的时候你家没有一个同意的，我现在好着我面子，谁能借给我钱呢？你去借了吗？我就问你去借了吗？我也不能去借呀，你没去借怎么能知道不借给你呀？哪个能借给我？结婚时候也不同意，现在日子过成这样，我再回你们娘去借钱去，也不也给你丢面子吗？当初为什么嫁给他的时候家人不同意啊？因为他条件不好。那您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？那时候就因为他对我挺好的，什么事都挺关心的。后期我感觉他对谁都挺关心的，不是对我一个人关心。啊，结婚之后就变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就这个事儿，我就觉得他无能，老指老婆。所以我们那次吵得很凶，把婚都离了。我俩是离婚没离家。那现在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俩后来又复婚了。房子买了吗？后来？现在买了。哦，现在买了。嗨，那不就过去的事儿都过了吗？他要开饭店，还得让我去给他借钱。啊，这个是离婚之前开饭店，还是复婚以后开饭店？复婚以后开饭店了。复婚以后又开饭店是吧？对。我开的饭店，这回是我自己借的。我不支持他，我也不给他借钱。啊。我是找我亲戚朋友借的。最可气的是，我亲戚朋友上我家来吃饭了呢，他还得要钱。人家借给你钱了，上你家饭店吃饭。为了啥呀？不就为了生活能好一点吗？这个来也不要钱，那来也不要钱，日子还怎么过？怎么过？人借给你钱了，上你家吃顿饭来了，你还管人要钱？
特别是在东北，东北男人，那他最起码的面子知道你条件不好，来维持你生意了，就应该要钱呢。要钱有毛病吗？不是，您收您的钱，给他打个折，攒好钱再还给他呀，加利息也行啊。这个那个时间嘛，我们家的钱都是我掌管，但是到月了还是没有钱，不知道钱哪儿去了。那个时间他还是三头两头往那个姐姐家跑。我找这个姐姐，我俩还是做的是公益吗？你做公益，谁能了解？说了吗？一个作为一个女人，谁愿意让丈夫三头两头往人家跑啊？不是，您做什么公益啊？就是敬老院捐点钱，我都跟你说了是没有多少钱献点爱心，但是咱家的条件也不允许你献那么多爱心呢。人家也比较需要这钱，咱没有这钱，咱也能活。我不也跟你说了吗？那次我也把大姐找去了，还有我家亲戚朋友都找去了，不也跟你解释这事了？找了你爸妈，找了你父母来逼你才说的吗？要不然你还不说呢？跟你说了，你不更闹吗？你不更不信任我了吗？我还心就理解了呢。但是你不要啥事都瞒着我呀！夫妻之间，我就感觉不是我不信任他，是他也不信任我。啊，毛病我感觉不在我个人，我掌握的大权，但是我1分钱没有。在那期间，他自己还私房了2000块钱。这私房钱是早上来的晚，完我就卖点钱我就搁起来了，就藏起来了。我寻思等我俩到结婚纪念日时，我给他个惊喜。日子实在是没有钱了，就是手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才拿出来的他。你这钱都藏哪儿了？他收人那个吧台坐在底下了。好，他挺会藏哈。对，越危险地方越安全嘛。啊，行。完了，然后呢，我藏这钱，我是寻给你个惊喜，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我拿出来给你买点礼物。你这啥惊喜呀？你这不如说成惊吓了。后期我不也给这钱拿出来了？你拿出来是没有钱了，你看家里实在没有钱了，我成天哭上火。这不也不算是私房钱？我要不那样式的，你还不能拿出来呢。我要早拿出，不早也花了吗？这不也算是说应急吗？后来亲戚的钱还上了吗？亲戚的钱都还上了，完然后他又开个理发店，但是我不让他开饭店了，那1分钱没有啊，看不着钱呢。你开个店看不着钱，你说你开它干啥呀？那这个亲戚的钱是怎么还的呢？就是他说他还上了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偷摸攒的还是怎么还的。那您家这钱不是您管吗？对呀，我管的，我管的都是买菜了、买米了、买这些个饭店用品了、支出了，我花的都是这个钱支出啊。哦，就是表面上说是您管钱，对，其实钱都捏在您手里是吧？我就是饭店收点钱，经济大权还是在人这儿。您这爱心做好事儿捐了多少钱呀？1万左右块钱吧。啊，倒也不是特别。那没有多少钱，关键我们啊没有钱呢。啊，我们俩过日子1分钱都没有，总是借钱还饥荒，而且是有时候根本都没到月就得借了。啊，这个现在等于饭店不开了，开理发店了。我自己学了个美发，我又开了个美发店，生意一般还算可以。头几年是租的，现在我把那房子。我买了，还是有外债。你有外债都是我自己去借的，都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自己借。你自从开这发廊以后，我在家的地位不就没有了吗？我成天搁家就是吃闲饭的了。我说我出外头打工，你吃闲饭，家里能干点啥你就干点啥呗。我这头毛巾呢，去扫地。客人走了，你咋不吱一声呢？你说我这边投毛巾呢，我还能回头看看咱客人走没走？那你不得挑点主要的吗？那你客人走了，你连声都不吱，下次谁还愿意上你家剪头啊？那不是就是我没吱声啊，你下次告诉我行啊，你也不能搁家就这么跟我说话呀，一天跟我说话呜囔喊叫的。就我家里边拿点零花钱，他都知道，他把硬币放那儿，一个正面一个反面。等我拿完钱了呢，我拿的是零钱。等我拿完零钱以后呢，回去他告诉我动他钱了。我说你咋知道呢？他说把一个硬币一个反面一个正面放这嘎子了，你肯定是动了。你都心眼那么多，我不也得留点心眼了吗？那你拿我搁家不当贼了吗？我没把你当贼，我就是寻思我把钱有个记号，我看你到底又拿没拿我钱。我拿的是零钱。剪头本来就已经够便宜的了，10块8块的，他还在那献爱心呢。有的老头老太来剪头，根本都不要钱，有时候给一个1块2块的，有时候老头老太太其实不是没有钱。来了大包小包的，又拎苹果，又拎酒的，又拎香烟的，我就说了，我说的该要钱你就要钱呗，为啥到你这啥钱都没有？80多岁了，到这绞个头你就出个手艺，垫字能有多少钱？那么多老头啥的，我都剃完头了，我说大爷你不用给了，扔1块钱得了。他搁那边炸了挠去了啊，这绞头你还能不要钱？怎么地的？人老头也抹不开，你说当时我就总想到我这个家没有钱，我就寻思我攒1分是1分。因为我出力了，我也剪头了，你就应该付给我钱。老头扒出去他没有钱，咱有钱时候咱搁年轻时候再挣年轻人的钱。老头他剪完头的话，他走他的，你何必这么呵护我？有啥用啊？
觉得这样哎，觉得这样有劲吗？还行吧。所以媳妇儿就改成老姨了，是吧？我俩就是始终就这么多年就这么叫习惯了，因为他我不习惯，我事事都他管。不是，我人家说人习惯不了家不习惯呀。不习惯你也没跟我说过你不习惯呢，事事都你管。我以为老姨这么叫着比较。你们家的事儿到底谁管啊？事事都他管。就是明天没米下锅了都得我去张罗。那可不一定，自然开了发廊以后，家里边的所有的事情，洗衣做饭，不都是我做吗？你做过吗？在家我不在家在法郎我不就是个保姆吗？我感觉挺累。你觉着累，我还觉着委屈呢。这么多年跟你过的苦日子，到头来你嫌弃我。我不是嫌弃你，而是说你不让我，你一点信任感也不给我。不是，您希望怎么样？这日子就好了。我希望他对我别那么太严了管，让我有点自由空间。自由是吧？对，听明白了。你现在没听吗？以前日子过穷时候，我管他，他没觉得这么多牢骚啊。现在是牢骚越来越多了，我也受不了啊。哦，就说过去也是这么管，他没意孩子这么大了，婚姻还得继续维持。但是我听他今天这个样子，我真的还得考虑了。这次是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，我就感觉我这压力太大，就给你松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寻思看各位老师能给我什么好的意见。啊，行，就是现在他在家里创造的价值和您请一个小工到发廊来，哪个合适啊？咱就纯从商业说啊。差不多少。差不多少。那您还是请个小工回来吧。啊，您这出去挣钱一个月能挣多少啊？现在5、6千、6、7千。拿回家能拿多少啊？就是这种情况就都给他吧。什么叫这种情况就都给他呀？我看明白了这事儿。看明白什么呀？他想离开我。你们夫妻俩都把对方往外推哈。女的说是你嫌弃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男的说你看你是想离开我，这是我问人家的。那你还想在发廊干吗？还是在发廊干吧，在他刚才不是说不在发廊干吗？我在他这么坚决下，我说还在发廊干吧。人家可没坚决。最起码我能给他做好饭吃，我还是比较爱他的。最起码我厨师啊，做他自己可口的。发廊比较辛苦嘛，这不是？今天来是想做一些改变，理解的对吗？对。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把钱拿去做公益的男人，让家里的媳妇儿吃了亏呢，受了委屈。后来发现不是啊，好像跟公益还没什么关系，是吧？开饭店藏私房钱，工资发了不知道去处去哪儿了，随口就说我一做公益了，家里也。